今天西班牙2-1战胜比利时，太可惜了，一个替补门将拉门斯毁了欧洲红魔比利时黄金一代的最后一舞。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球，当时射门的时候球速力量都很一般，角度也非常正，但是老 K 过去跟自己手下的小门将就讲过，专业的门将训练参与太多呀，就会犯这样的错误。看了这么多年球，我感觉有相当一部分的丢球都是因为门将脱手，然后被补射打进去的。其实如果你不是专业门将，像老 K 也守过门，这样的球打过来，直接一个脚弓内脚背使劲一挡，这球就已经飞到接近中圈了，完全不会有危险。但是接受专业门将训练太多，就会什么球都想用手去抱，什么球都想下地用手去扑，明明这手离地近，还是你的2只脚离地更近呢。所以一些野路子的门将，比如说青训时期不是踢门将的，是前锋或者后卫出身的，例如过去曼联的老门将德赫亚，他就是同时用4肢去扑球，许多球过来脚一挡就出去，脚一挡又出去了。像遇到今天这种球就不会有任何危险，但往往像拉门斯今天非想去用手抱，于是动了贪念。那么几乎所有的门将脱手导致的丢球都是因为动了贪念，想抱住结果又抱不住。好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、点赞、评论、热推和分享。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，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，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。所以比利时的最后黄金一代，这也是时也命也。小组赛期间比利时打得不怎么样，但进入淘汰赛之后是越打越好，尤其是今天上半场30分钟被法比安·鲁伊斯打进一个，短短11分钟后就由德凯特拉雷头球扳平。而且比利时卡斯塔涅的传中完全符合老 K 对世界杯淘汰赛的哲学，就应该多传中，就应该多用头球轰开对方的门。所以我们说过多次，丢球不要紧，关键强队在丢球之后能够迅速做出反应。所以谁也没想到比利时面对这么强大的西班牙，在11分钟就能做出反应，将比分扳平。此后双方就一直陷入拉锯战，甚至到了比赛75分钟以后，西班牙的球迷都很担心，这万一比利时什么时候进一个，西班牙再想扳平说不定就难了。可人算不如天算，也就在这个时间点库尔图瓦却突然弄伤了自己，迫不得已只能下场，由曼联门将拉门斯上。之前拉门斯是一直没有机会上，最后在世界杯4强赛上了，上来之后很快88分钟对方梅里诺的补射，这拉蒙斯的扑球脱手实在是太低级的失误。过去你在曼联就算一个低级失误，几个月后球迷们也就忘了，也就不骂你了。但这在国家队4年1次的世界杯，就算老 K 想原谅你，但估计无数比利时的球迷都会永远记住你，都会永远将你当作比利时的罪人。一个莫名其妙的低级失误，葬送了比利时整整1届比赛的努力，也可惜了比利时整支队伍今天踢得那么好。这也怪库尔图瓦的伤退太突然，拉莫斯热身都没有做充分就被推了上去，到了库巴西这脚贴地的远射，身体明显没有完全热开，最后那一下扑救手型和稳定性都有问题。不光如此，最后补时还剩1分钟的时候，比利时唯一的反击机会，拉蒙斯一个大脚直接把球权送给了对面。就当时大家都能看出来，他已经脑子一片空白，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。接下来下赛季曼联球迷看了就直摇头，这片心理阴影太大。未来的每场曼联的比赛，拉蒙斯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看，稍微有个失误，今天这一出势必又会被提起。想想拉蒙斯刚刚替补出场的时候，老 K 还跟儿子在那你一言我一语的聊，说这比利时的门将储备真强关键的一战，关键的时刻正好一战成名，很快就进入加时赛，加时赛守满30分钟，立刻可以有机会在点球大战淘汰强大的西班牙呀。可最后这个样子，35岁的德布劳内就这样告别了，34岁的库尔图瓦就这样告别了，33岁的卢卡库也就这样告别了。不过说起来，今天西班牙队在比利时面前暴露出巨大的短板，这也是我们之前就担心的。西班牙虽然是像少林正宗一样，传控体系太厉害，对方甚至根本就抢不到球，但问题在于西班牙的锋线没有终结能力。亚马尔今天的状态很好，但从上半场老 K 就看出来，他的进攻是光有场面光热闹，但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就像给对方的后防线挠痒痒，这跟法国队比起来，跟现在的姆巴佩比起来差距太大。但毕竟亚马尔年轻，才只有18岁，可问题是半决赛世界杯不等人呀。还有左边路打主力的巴埃纳，拼是真拼，快也是真快，锋利的感觉是有，
但技术和突破能力爆发力有限，上限就摆在那里，打强队很难制造出真正的威胁。而最后替补上场了11分钟的尼克威廉斯，可能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这跟2年前在欧洲杯的状态差得太远。所以锋线上现在西班牙状态最好的反而是奥尔莫，他作为西班牙的枢纽，中前场的球权的连接器，小范围的技术，丝滑的摆脱，这比在巴塞罗那时踢得更加赏心悦目。奥尔莫不愧是老 K 看上的球员，他的处理球确实非常聪明，确实高级。反而是横向对比起来，他在巴塞罗那的队友佩德里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相对一般，所以我今天也就很能理解主教练为什么将佩德里放在替补席，却用法比安·鲁伊斯打主力。那么今天的上半场咱们也看见了，法比安·鲁伊斯确实终结能力更强，在现在西班牙不能进球的情况下，非常需要他这样的副将打起进攻来行云流水，总有种拿西餐刀切黄油一样的顺滑。而西班牙队真正的大核心还是罗德里，看罗德里在6号位，在西班牙中场单后腰这个位置，整支球队的脉络一下子就彻底清晰了，那种游刃有余的掌控感信手拈来，这是任何其他中场球员都复刻不来的。今天老 K 儿子在跟我问说，佩德里也是世界第一中场，维迪尼亚也是世界第一中场，这罗德里怎么看？老 K 说，是的，本赛季在曼城他确实伤愈，一开始状态不太好，但现在世界杯是越踢越更加的闲庭信步。看了他这几场，我是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复出以后瓜迪奥拉就只用他一个人打主力。你像今天比利时踢得非常好，层层围堵，想要切断西班牙后场的出球的链条，可皮球只要能落在罗德里脚下，所有凶狠的压迫瞬间像退了潮一样无影无踪，瞬间形同虚设。其他人可能被多名敌方球员贴身围抢的时候，有时会慌乱分球，频频的丢失球权，只有罗德里，他身体就那么轻轻一靠护住皮球，余光一扫，全场所有人的跑位尽在掌握，左脚右脚就那么轻巧的拨球调整重心，看似很随意的一拨一扣，就能够完全晃开对方扑上来的防守球员，每一次的处理球都松弛到了极致，再加上自己那个大身板，你看他踢球就像在训练一样，没有半分的局促，没有半分的慌张。西班牙由守转攻的每一条线路都是他一手调度的，传球的快慢、假传、转移的方向、假方向，长传的穿透还是短传层层递进，都是他一念之间决断。所以整套西班牙的传控流程在罗德里脚下是丝毫不显卡顿。向后场压力大的时候，他能主动回撤到2名中后卫之间承接皮球，然后几脚短传横向的拉扯对方的防线，瞬间就能撕裂对方很紧凑的逼抢的阵型。而前场只要有队友跑出空间，他也无需要抬头长时间的观察，仅凭一点余光和视野的预判，就能送出精准的远距离长传或者精准的贴地直塞。他那种穿透对方防线的传球成功率太高，每一脚输送都是恰到好处。只是说他确实不是前场球员，所以进球那一下射门和最后一传，罗德里确实没有办法。但是看西班牙在比利时面前进攻陷入僵局的时候，前场的球员都不知道怎么办，你就把球交给罗德里，场上的局势起码能慢慢的稳住，看他不急不躁，就在那里梳理传导，一点点拉扯对手的阵型，露出漏洞，经常就硬生生给西班牙又撕开了进攻的空间。还有在攻防转换的时候，一旦对方反击，他在防守端又是最牢靠的屏障，尤其预判能力近乎无解，对手反击往往刚从中后场发起，罗德里就已经提前落位，堵死了传球的路线。看他的拦截总是干净利落，懂球的都能看出来今天罗德里的发挥有多变态。佩德里不在，法比安·鲁伊斯相当于和罗德里是双后腰，所以有了一个好搭档，罗德里在双后腰的位置就像对面的爷爷一样。现在他的续约也陷入了僵局，我相信皇马的老佛爷和穆里尼奥看到这样的罗德里，那口水掉了都有巴掌高。接下来如果未来1年罗德里仍然无法完成续约的话，他可能会再留队1个赛季，在27年夏天合同到期后免费离开。不过也有报道说，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放弃引进罗德里，是因为罗德里曾经是他的竞选对手里克尔梅引援的招牌。好的，那么至此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终于落幕了。赛后队长蒂勒曼斯说，输球不是拉蒙斯一个人的责任，我们的表现不足以取胜，所以这能看出来比利时现在真挺团结的。尤其蒂勒曼斯，他说话情商太高，他能当队长绝不是偶然的。可惜今天赛前热身的时候，蒂勒曼斯突然出现了肌肉的伤病，
队医评估后确认他无法登场。这中场的绝对核心突然打不了，对比利时的影响也非常大。那么赛后，德布劳内也说，再能进入世界杯的8强，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，我为球队感到骄傲。是的，想想比利时真正的遗憾，还是2016年爆冷输给了威尔士，也包括2018年世界杯的半决赛，面对法国场面却占优，最后被法国中后卫乌姆蒂蒂顶了个头球，1-0淘汰。还有22年员外卢卡库3过空门而不入，太可惜了。而今天这一场，库尔图瓦、奥纳纳、蒂勒曼斯、德巴斯特关键的时候全受伤了，拉蒙斯最后又来个黄油手，所以运气从来没有站在比利时这一边。这一场最后的失败属实无奈，一帮风烛残年的老油条能够踢到8强，这已经是大幅度超额完成任务了。特别是下半场竟然还能看到37岁的维特塞尔替补上来了30分钟，这常青树，过去中超球队天津权健的名宿。令人唏嘘的是，权健队都已经没了7-8年了，维特塞尔竟然还能踢世界杯。好，那么赛后中途受伤离场的门将库尔图瓦说，我想在欧国联期间休息休息，因为那不是最重要的赛事，不过也要看足协是否同意。另外，今天老将德布劳内也是燃尽了，他在中场内部分边分得太好，比利时在没有了蒂勒曼斯，也就只有他能分得出来这种球，但也肉眼可见的能看到体力太差，真的老了，处理球太慢，反击也慢，总感觉人变重了，速率就变慢了。不过这样的情况下能塞出漂亮的直塞，我们也最后感谢只有这世界杯能让我们跟德布劳内说最后一次再见。从他离开曼城到现在，当离别真正到来的时候，还是令人猝不及防。好，西班牙这边，费兰托雷斯据说已同意在世界杯后转会大巴黎，他自己也希望走，而他跟巴塞罗那的合同续约现在看来非常困难，特别是明年就要到期。巴塞罗那据说即将签下卡里姆·阿德耶米，这事若能成，对巴萨球迷来说是件好事儿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双方互道一声珍重吧。那么好的，西班牙今天队史上第2次闯进了世界杯半决赛，万众瞩目的法国对西班牙也像是一场提前上演的决赛。看看强大到如此程度的法国队，西班牙的少林正宗能不能治得了？而关键还是西班牙锋线的终结能力。那么如果这次西班牙能世界杯夺冠，也会创造国家队层面的历史最长的不败记录。今天拿到了全场最佳的亚马尔在混合区接受了采访，他说，昨天我弟弟用妈妈的手机给我打电话，说弟弟明天要吐舌头，所以刚才我在大屏幕上看到弟弟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。总之我今天非常开心，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去洗个澡，然后吃晚饭，为我的女朋友21岁生日庆祝一下，同时也和我弟弟待在一起。下周一7月13日就是我19岁了。接下来对阵法国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2支国家队，我们毫无畏惧。我认为如果有人能充满信心去对抗法国，那一定是我们。好，另外今天上演了第1个进球的法比安·鲁伊斯，他也算真正的福将，他代表西班牙一共出战了48场，33胜15平，从无一败。而他的妻子现在正好怀孕，所以鲁伊斯进球之后立刻把球塞进了球衣，用大肚子的造型向自己的妻子致敬。好，接下来今天的重磅新闻，巴塞罗那将签下阿德耶米的事儿已经 here we go， 巴萨已经和多特达成了协议，转会费2200万欧元加700万欧元的浮动，这么便宜也是因为阿德耶米已经到了合同年了，这下子拉什福德是彻底拜拜了。而另外哥伦比亚的国脚坎帕斯，他因为在1/8决赛点球输给瑞士队以后，由于自己在加时赛第114分钟当时后卫的解围失误，球击中了穆尼奥斯之后反弹到坎帕斯脚下，坎帕斯却在门将出击以后失去了角度，将球打飞。在此之后他收到了死亡威胁，就没有随队回国。哥伦比亚这个国家过去94年世界杯埃斯科巴乌龙球之后回了国就被枪杀了，所以哥伦比亚呀就真的像世界文豪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一样，充满了各种荒诞。另外若热热苏斯已经出任了葡萄牙队的主教练，双方签约到2030年。热苏斯上任第一句话就 C 罗永远不会成为葡萄牙的问题，他是葡萄牙的象征，他想继续留在利雅得胜利，并且将在利雅得胜利结束职业生涯。和 C 罗共事是很容易的，那么话说到这儿，就不知道 C 罗还会不会入选国家队呀？好，还有最新消息，英格兰队赖斯遭遇了病毒感染，球队已经将他和大部队隔离，他本来就有腿筋和下背部的伤势，
如今又因为生病，情况会更加严重。赖斯已经连续2天缺席了训练，而另外挪威队也有2名球员因病错过了比赛。主教练在发布会上还剧烈的咳嗽。而挪威队哈兰德现在太火了，他凭借本届世界杯现象级的发挥，社交平台的粉丝规模再度暴涨。哈兰德的个人账号总粉丝数已经超过了阿森纳、利物浦、切尔西3支英超传统豪门的俱乐部官方账号，全平台累计涨粉超过了600万，个人粉丝突破了5000万大关，甚至搞得现在秘鲁的468名新生儿改姓哈兰德，还有91名婴儿直接取名埃尔林·哈兰德。轻松一下啊！还有哈兰德的姐姐加布里埃尔，她也拥有了近30万粉丝，成为了社媒红人。同时，她是一名护理助理。本届世界杯，电视镜头多次捕捉到加布里埃尔站在场边哈兰德的身边。球迷们看到这2人惊人的长相相似，还有哈兰德姐姐出众的身高，就兴奋不已。大家都称她为哈兰德的女版双胞胎。好，皇马这边。自从皇马宣布穆里尼奥回归以后，他至今还没有公开露面，也没有发声，没有接受哪怕半次的采访。据说要一直到7月13日下周一，穆里尼奥才会正式上任。让我们期待他那个时候会说些什么呢？ OK， 感谢大家的点赞、评论、热推、分享。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，让我们明天再见。